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黎南的这件事情呢，它才刚开始。而且它不会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的要看选举结果，那么来决定它的速度的快跟慢。因为就算是贺锦丽当选，他其实还有一个空窗期，他可以好好的打。所以黎南这个部分呢，恐怕是又是一个人间炼狱。但是伊朗的部分的话，打核设施是他的战术能力不足，可是要打石油设施，现在是美国全力反对。所以香龙你怎么去看中东局势？现在在伊朗的僵局跟在黎巴嫩，我们可以预见的扩大战局。我觉得以色列要打伊朗的困难度越来越高了。那不只是因为伊朗已经证明，就是说我可以打得到你。我们一直说导弹会不会落地影响很大。当我导弹可以落地的时候呢，剩下的是我的弹头跟我要瞄哪里的问题。那所以以色列在反击的时候呢，投鼠忌器的情况就很明显。再加上我们前几天呢有稍微谈到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在这个整个的中东的冲突呢，这大半个月里面，俄罗斯呢深度的。就是说，都缴获在这里面。俄罗斯的三巨头呢，从绍伊古，从他的总理米舒斯金，乃至于今天普丁呢要跟伊朗的总统见面，再加上在这个月底的金砖峰会，金砖峰会呢在俄罗斯举行。可是不要忘了，就是说金砖去年的扩容全部都是中东呢跟北非国，包括伊朗，包括伊朗，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包括埃及，这都是呢中东冲突的当事国。再加上积极的想要成为会员的土耳其如果进来之后呢，中东四巨头都已经到了，所以将来的金砖峰会对中东的意见的表达是很重要的。会越来越像政治组织。对，就是说我当然不确定这一次的就是说金砖峰会呢会不会去谈到一些地缘，因为金砖过去不太去对政治问题，就是说当下政治问题做清楚的表达，但是未来会不会这个呢是可以观察。可是以色列所有今天的行为，它让这个世界呢对和平充满了无力感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呢，这是因为美国长时间纵容跟护短，美国的国内政治形成了一个对以色列让以色列予取予求的护短的环境，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一个任何政治人物敢于去质疑以色列的作为，所有对以色列踩刹车动作都是骗人的。实际上面就是从开战以来179亿的，就是说呢军援，1年的时间呢给以色列。以色列为什么需要你美国援助？以色列缺钱吗？拜托，你美国对他的援助呢是表示你对呢爸爸的奉献。那你看到就是说美国这些政治人物在华盛顿特区里面，只要敢去质疑以色列的，都是准备要被罢免的。你就是不用选下一届了。你看他那几个众议员就知道了，只要稍微对巴勒斯坦表现同情，对以色列表现质疑的，基本上面都混不下去。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空气上非常糟的一部分，导致美国作为这个世界定规则的人，定规则的国家，但是所有的规则对以色列例外。以色列所有的行为都不在国际规范里面。第二个呢是联合国，联合国呢面对到呢以色列的嚣张的时候，反映了联合国的失败。联合国以色列今天可以为所欲为，在军事上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攻打的对象呢都没有制空权。攻打的对象都没有战机，都没有呢空中的可以轰炸的能力，连面对你轰炸呢能够去就是说呢这种防空武器都没有。你简单讲就是今天当你以色列要来打真主党，你要去打加沙，我除了躲在地洞里，我能怎么样？钻地弹为什么有用？因为我没有防空武器啊！我不要说我开着战机去反炸你。我连防空武器都没有。面对到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他攻打的对象没有防空武器，你联合国在干什么？你联合国连划禁航区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会被否决啊。联合国今天如果说你安理会没关系，你就让美国否决啊。我说在今天呢，今天联合国如果只要呢安理会稍微有 guts 一点，今天呢黎巴嫩的南部，你都已经派你的维和部队在那里，你为什么不敢划禁航区？你只要划禁航区。
美国可以否决，没有错嘛？我是说，我就是要让你否决啊！你否决，我们起码看得懂一些事啊。那你派个维和部队在那，维和部队又不敢动，维和部队面对以色列轰炸，你都还很怕呢。他连出那个整个营区都不敢，对。是啊。当今天以色列连你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的时候，你联合国根本一点皮条都没有。它反映了美国的护短，反映了联合国的失败。我们说联合国呢，在平常联合国的常设的议事机构里面，有一半的工作呢都是在做 UNRWA 的工作。UNRWA 就是呢巴勒斯坦难民组织，你一半都在做 UNRWA 的机构，你基本上面就把自己打扮成中东呢加萨跟黎巴嫩南部的收尸队而已。多残酷的事情！联合国的所有的工作就只有收尸而已。可是实际上面，你真的要有所做，我就讲你把禁航区划了嘛。我知道你会否决啊，但是没有关系，我就是要让你美国来否决啊。否决有什么关系？总比你什么事都不做好，让周围所有的国家，让以色列轰炸机，而且是 F-35I 耶。中东的所有的战争呢，本来以色列跟他的对手之间，他可以说呢，我同时开7条战线，我告诉你，他再开个10条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基本上面是21世纪的武器对24世纪的武器的战争。其他的周围的国家的武器呢，都是20世纪中叶的武器，只有它是21世纪 F-35I， 那个 I 呢是唯一的独有的，属于以色列用的 ，Israel 用的才用 F-35I。F-35可以这样子用，然后呢，让周围的国家没有制空权，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防空的系统，让它炸好玩的。我们每天就只是统计数字，今天以色列又炸了谁，然后呢又杀了多少人，它的精准导弹钻地弹有多么厉害？我们有没有去检讨过为什么在那地方他可以这样子做？没有人敢把战机给周围的国家，给黎巴嫩，没有人可以把防空武器呢给加萨，给哈马斯。这些呢周围的穆斯林国家本来就都是假，都已经被打得非常乖了。可是呢，在眼前，联合国是可以做点事的。联合国不是只有这样的，虽然会被否决，可是你要让大家知道到底谁在护短，谁在纵容。以色列今天在中东的嚣张，已经是人类的罪行。在面对人类的罪行，大家集体沉默，每天都在统计死亡数字的时候，老实讲，我们今天讨论，我偷偷跟大家讲，我捐钱给巴勒斯坦啊。你现在不是偷偷讲了，你是公开说了。对，我在线上，我就是固定每个月捐钱给巴勒斯坦，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做什么。你捐给哪个单位？我不说了啦，反正就是如果是阿巴斯就有问题。我在线上捐款，我都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每天早上看的那些的画面，你看他昨天刚刚讲到，他昨天去炸黎巴嫩的市中心，你说那个是真的，我看不出来，我看出来拉出来尸体，我看不出来呀。那坦白讲，你去炸加萨的一个小学生的学校，你说那也是哈马斯拖出来都是小孩子啊！你每天看到的都是这些画面，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所以眼前我们讨论这些，讨论到后来呢，就是 fatigue 就出现了，越来越疲劳，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忘了联合国连禁航区都不敢画。好，我们先谢谢这个李 Roman 的这个斗内啊，也要非常谢谢Yowa On 的斗内，然后呢，也要谢谢周世清的斗内。他说他觉得以色列太狂妄了啊，就像他学过的材料力学，其实最好的教科书是俄罗斯人所写的啊。那么王中俊说，以色列南征北战啊，开疆扩土，它很有古代帝国崛起的感觉。好，不过我们最后呢一点时间呢，因为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真的美国选举真的倒数计时已经不到30天的时间，我算了一下，其实到11月5号只剩下25天了啊，所以我们很快一个人1分钟，让大家知道一下，你们现在觉得美国选举压住吧，谁会当选？谢老师，我觉得还是川普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就是说整个美国媒体都是导向贺锦丽，可是居然在这个民调的这个预测上说两边很近，对，这个我觉得就有蹊跷哈。然后我认为观察美国政治啊，尤其到他这个重要的选举上面啊，你不能排除一个美国媒体绝对不敢讲，而且大家也不敢讲，就是种族因素。美国是一个高度种族化的社会哈，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在选举的时候哈，这个种族因素不能排除。好，那么这样，我觉得最后这3个礼拜对贺锦丽越来越不利。
大概3天前英国赌盘翻转，对，变成川普领先，没错。那7个摇摆州，川普现在已经领先了3个。我现在看到一个最新的统计，在 RCP 里头呢，是川普领先了5个 OK 然后呢，贺锦丽只留下了威斯康星跟内华达，对。那中东的战事，我认为民主党内部会有产生很多赌烂票，那会导致他不投票。那挺巴的团体说川普比贺锦丽更糟糕，所以在2个烂苹果当中，这个没有用，你觉得没有用？因为执政者要为现状负责。我们举例，比如说密西根阿拉伯裔就有5% 的选民。这一次的民调里头，密西根的变化最大。他们上次就支持拜登的。那民主党的民调，因为加州人口巨大嘛，所以民主党通常要领先总民调，要领先3%以上，那才会真的赢。像是希拉蕊到最后民调也是领先啊，可是他输掉了。好，香港怎么看？你该不会我们这边所有的人都压川普当选吧？那都没有异议派。我看好川普啊。你也是看好川普，那这样子我们4个人都看好川普，都没有人那看好贺锦丽。你的小丽你已经不看好了。不，他就不行啊，就是我们都是根据实际的数据在做推估啦。对了，就是其实你看选举民调只是一个参考，当然我一直说这里面有一个变数，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民调，它的准确度会越来越差，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投完票，有很多人投完票，而这个时候呢，会先去投票的都是立场很坚定的。那在已经先投票的 early vote 的部分，过去呢民主党都比较占优势，这个是一个变数。但是总体的气氛事件，不管是2个飓风、两场战争，我觉得对川普都有利。对，这2个飓风，我觉得飓风也影响。这个飓风，我觉得对贺锦丽最伤的一件事情是，他等到川普去了之后的2天，然后他才跑去。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对于这个贺锦丽伤的在这边。那个地方是，对不起啊，那个地方是摇摆州，是啊，结果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先到北卡跟乔治亚，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以前我们会觉得美国的天灾，其实总统可以不用到现场。未来他们势必都要到现场，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政局上面很大的变化。以后我们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一个分量上面会越来越加重，不要忘了11月5号，那台北时间11月5号，我们加开一场特别节目，好来分析一下美国总统大选。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不要忘了下个礼拜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雅虎。